3天前呢，在北辰县的管辖区内发生了一起命案。住在山城小区10号楼402的业主王小乐，在家中被人杀害了。北辰刑大呢向市局请求支援，经过市局的领导研究决定呢，将由我们支队和刑事技术科来协助调查。这2位就是来自北辰刑大的同事，让他们介绍一下案情吧。叫我老孙就可以了。我是小周，孙队都拷贝好了。好，那我就介绍一下。死者王小乐今年33岁，是云溪卫校的一名老师。报案的是他父母。据他爸爸口述呢，就在案发的当天晚上9点左右，他父亲给他发了一条信息，可是一直等到第2天早上都没等到回信，所以老两口急了，就直接到他家去了。这死者王小乐，你看，这就是案发的这个现场卧室的整个环境。这个山城小区呢，建了已经20多年了，房子老了。您那边啊，挨着这片林地，一到了晚上黑灯瞎火。我们是在第一时间调看了小区的所有能够调看的监控录像，在小区南大门发现了一个可疑人物，但是身份呢，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。楼道周围以及客厅的指纹、脚印已重新收集完毕，入户地点已由北城刑大取走。楼道周围、入户地点以及客厅共发现5枚沾有血迹的足印，详细情况待进一步检验检测。小周，从血迹分布来看，主要集中在床头柜附近，血痕呈高速喷溅状。可见撞击力度很大，分析嫌疑人为青壮年。从字体的宽度初步判断，应该是用手蘸着血写上去的，但没有留下指纹。哎，伦队，你们看看。说说吧。字迹一笔合成，笔法沉稳，而且写的还是郑恺。这么会写字的人，会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沉着、冷静，应该受过不错的教育。在这种极端的暴力行为之下，还能有闲情逸致在墙上写字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心思缜密、处事不惊的人，而且应该是早有预谋。结合现场血迹凝结程度以及尸斑情况来分析，死者的确切死亡时间是……这死亡时间啊，是在案发当晚12点至翌日凌晨1点。
是脑部急性出血。这死者的头骨啊呈凹陷状的骨裂，跟现场的床头柜的柜角相吻合，这就可以推断出啊，这个嫌疑人啊抓住这个死者的头部，撞向了这个柜角。这样大力反复的撞击，造成左胼周动脉及左侧中央动脉的破裂，颅内大量出血，受害人死亡。而受害者身上的其他伤口其实是在死后的短时间内造成的。受害者的躯干及四肢一共有17道伤口，你们看，这17道伤口平直，而且锐利，甚至连长度都基本相似。这就需要犯罪嫌疑人有非常精准的控制能力。而且我发现，凶手在切割的过程中有一个向下按压的动作，这个动作符合手术刀的操作习惯。现场未能发现指纹，凶手在行凶及行凶后墙面写字时均戴了手套。我比较了市面上常见的棉纱、化纤、布类、皮革类及乳胶类手套，只有吸收性差的种类才能蘸血写字。经过排除，只剩下皮革和乳胶手套2种。而皮革类手套呢，一般要比人的手指肥大一些。我在尝试书写的过程中，由于手指的挤压，字迹会出现间断或变形，很难在墙上写出笔画均匀的字迹，更没有现场墙壁上字迹的流畅感，也排除。而最后一种乳胶类手套的特点是弹性大，表面光滑，最接近咱们人的手指大小。我买来市面上常见的乳胶手套，经蘸血书写检验，初步怀疑凶手戴的是医用乳胶手套。这种手套上有滑石粉，在蘸血的过程中对血液有一定的粘附作用，进而可以在字迹下方留下流柱状血痕。楼道周围、入户地垫和案发现场室内，共提取到了5枚足迹，长度均为43码，注塑鞋底运动鞋，鞋底花纹磨损较少，说明这个鞋可能比较新。但是呢，因为这种商品在市面上的铺货率特别大，没有什么参考价值。由于现场提取到的足迹少且不连贯，所以目前只能大致推断为体态中等的男性，无法推断出嫌疑人更为明确的样貌特征。